男人挑战在超市里生存100天，只要不离开红色的圈禁就能赢到100万美金。住在这么大的超市里简直是童年的噩梦。乔治决定躺也要躺到100天，不花钱逛超市的感觉也太幸福了吧。这里的食物足够一个人吃上一辈子，所以他并不担心会被饿死。但是人是群居动物，没有陪伴，没有手机，没有互联网，他能坚持多久呢？乔治选了一片空地作为栖息地。第一天在兴奋期待中结束。第二天早上，主持人送来1万美金，要想得到他必须用等价的商品来交换。主持人让他好好想一想，每天卖出什么不影响以后的生存。乔治迟疑了片刻，觉得这些电视不能吃又不能用，于是卖掉了1万美金的电视机。接下来他要好好计划一下分类，明天要用什么去换钱。这些猫粮狗粮也不能吃。乔治提前整理好了1万美金的宠物用品，这份工作让他很充实。第二天也很快结束。第三天奖金如约而至，主持人买走了1万美金的狗粮。乔治继续清空货架，这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很容易坏掉，所以要赶紧卖掉。接下来的5天里，他连续清空了日用品、尿不湿和玩具。看着一车一车的奖金纳入麾下，乔治掩饰不住的喜悦。他好像是在工作，又好像是在度假。第10天的时候，主持人问他想不想离开。乔治觉得还能再住上100天。主持人很意外，既然你不想走，我肯定奉陪到底。看到这么多的钞票，让乔治更加有决心了。第11天，他开始清空衣物区，在别人的超市挣自己的钱，就像在做梦一样。不得不说，乔治很睿智，他能耐得住寂寞，也会给自己找乐子。第13天的时候，他打算洗澡换一身衣服，这些空货架或许可以搭起一间浴室。他搭得很用心，在没有人的超市洗澡很放心。时间过得又快又慢，他机械一样的整理物品，每天都能收到1车的奖金。第16天的时候，乔治决定把住的地方改造一下，矿泉水瓶作围墙，卫生纸巾当床铺，不管舒服不舒服，到底像个家了吗？超市被他清空了1/3，来回搬运物品太浪费时间了。他想借用仓库里的叉车，主持人同意了。有了叉车的帮助，乔治的工作变得轻松了很多，奖金也变得越来越多。第21天的时候，他突然很想念家人，尤其是儿子的生日不想错过。虽然得到了很多钱，但是心里的那份空虚越来越明显。他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。小助手羡慕他每天都有很高的薪水，但是却没有家人的陪伴。这句话他想了很久，原本100天的计划可能要泡汤了。这些钱还能困住他多久？第28天的时候，他卖掉了所有的矿泉水，这些清空的货架也可以用来做墙壁。主持人好像看出了乔治的心事，在第30天的时候，允许乔治的家人探监。久违的重逢潸然泪下，他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家人。这一刻，乔治是幸福的。如果鱼和熊掌共同兼得，该有多好啊！但是成年人的世界只有固头不固定，家庭和工作永远不能两全。短暂的相处之后，乔治又回到了一个人。他希望多坚持1天就能拿到更多的奖金。第31天的时候，超市突然停电了，一片黑暗，感觉很不好。而主持人却告诉他，接下来的超市不会再通电。这无疑是难上加难，乔治只能赶紧清空冰箱里的食物。交易完成，他们拍拍屁股走人，留下乔治在黑暗中继续整理货物。还好他脑子好使，找到一些电棒、手电筒之类的照明工具，情况还不算太糟。但是黑暗的恐惧让他有些发疯，控制不住的想砸东西，直到发现超市的后门可以打开，情况才得以缓解。他在黑暗中度过了6天，忙碌的时候很充实，一旦空闲下来就想回家。他无数次站在超市门口想要跑出红线，最后还是理智战胜了冲动，就算赢不到100万美金也要带走一半吧。乔治决定再坚持。第40天的时候，节目组为了拍摄方便，还是主动点亮了灯光。超市的货架被清空了3/4，腾出了这么大的空间。乔治决定把仓库里的游泳池拿出来，无聊的时候就让脑子进一下水吧。但是只玩了1天就被他弄坏了。游泳池像洪水一样席卷了超市，他着急的去捡地上掉落的钞票，整理好的商品也被打湿。看着废弃的超市，就如同看到颓废的自己，他的内心好像也进水了，突然打不起一点精神。第43天的时候，主持人问他还能坚持吗？乔治嘴上说着可以，但是精神状态明显有些恍惚。主持人预料他撑不过3天。第44天，乔治整天都在等着有人来送奖金，最后却等来了遥控购物车。难道节目组的人也不想进超市吗？乔治感觉被抛弃了一样，拥有44万美金，心里还是这么空虚。他想不通要这些钱有什么用。在第45天的时候，乔治不想穿鞋也不想穿衣服，他就那样呆呆地坐着。主持人问他还能坚持吗？他心里不想，但是却说不出来。直到看到妻子以后，所有的委屈涌上心头，他再也坚持不住了，只想赶快回家。主持人也尊重他的决定，一个人住在超市里45天太不容易了，没憋成傻子已是奇迹。乔治最后赢到了45万美金，这笔钱足可以改变他的人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能坚持多久呢？这是国外最疯狂的终极障碍赛，导演直接把场地搬到了60米的高空，谁能闯过6个危险的关卡就能赢到80万美金。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，
一不小心就会掉下60米的悬崖。他这一跳不成功便承认。挑战者乔治四肢发达，热爱健身，虽然他也很害怕，但是富贵险中求，很值得赌一赌。第一关穿越空中大摆锤，他已经踏出了第一步，但是整个赛道都在摇晃。乔治集中注意力继续往前跳，2个阶梯的距离不算太远，他一边躲避大摆锤，一边保持平衡。小助手预料他第一关都过不去，显然他们低估了一个成年人的压力，只剩下最后一个阶梯了。这里不仅有2个大摆锤，而且距离也是最远的。乔治的大脑在飞快运转，或许飞起来才能跳过去。他闯过了第一关，主持人劝他别高兴太早，后面的关卡会越来越难。第2个赛道同样会升到60米高，这一关他有2条路可以走，平衡木或者攀爬架，2选1穿过赛道进入下一关。乔治表现得很为难，这2条路都很难走，他很怕掉下去摔成肉泥。如果不难，那奖金给的也太轻松了吧。乔治看了一眼平衡木，果断选择了攀爬架，他相信自己的2只胳膊。整个身体悬在半空中，双手的压力比想象中还要累，而且越往前走间距越大。主持人用奖金不断的鼓励他，往前一步是主角，后退一步就换人。乔治咬牙坚持全力以赴，这主角我当定了，只剩下最后2根单杠了，间距又变大了。乔治终于看到了希望，他用脚撑住最后一根，很快就爬了上去，闯过了第2关，完成了赛道的1/3。第3关考验的是脑袋的记忆力，当他按下红色按钮时，地板上会出现绿色的通关图案。As you will see, a pattern is now popping up on the floor. Wait for this pattern to populate. 一旦松手，图案就会消失。他要短时间记住44个绿灯方块的位置，30分钟通过即为通关。如果踩到红色的部分，80万美金就会灰飞烟灭。时间开始倒计时，乔治紧张地按下按钮。脑袋本来就不灵活，还要记住这么复杂的图案，他感觉压力好大。第一次尝试只记住了6个绿灯的位置，赶紧返回来继续按按钮。已经过去了5分钟，他开始第2次尝试，这次走了11个方格又忘了，只能返回来继续按按钮。每一次尝试，每一次返回都在浪费时间。虽然记忆力不太好，但他不能放弃。很快只剩下9分钟了，乔治也走过了一半的路程，他不想退回去了，盲猜了2个绿色方块。主持人告诉他不想让自己后悔，还有机会返回去。他决定再回去看一次，看最后一次。这一次真的没时间了，他必须记住全部的绿灯。最后3分钟再次出发。前半部分他走了好几遍了，印象深刻，但是越接近对面越是犹豫了。只剩下最后2排了，时间还剩下20秒，他紧紧握着盾牌，凭着记忆往前一步。主持人提醒他没时间了，赶紧跳过去。奖金没有爆炸，他踩对了方块。第3关也成功了。第4关是水上障碍赛，通关难度让人崩溃，至今还没有人能过去。主持人给他2个选择，如果空手挑战落水就会被淘汰，拿着这块巧克力就能无限次复活。看来他的选择是对的。第一步独木桥就落水了好多次，但是经验积累很快掌握了技巧，他终于通过了独木桥。下一个旋转臂好像不难，只要不踩空就能穿过去。第3个他要荡起绳子跳到旋转罗盘上，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。主持人觉得不太难啊，他要为乔治示范一下，没想到骑虎难下人丢大。专业的事还得专业的人来做。乔治一鼓作气穿过了第3关和第4关，第5关的跳跳球才是最大的难题，弹性很大，很容易把人弹飞。主持人提醒他不想被淘汰就抱紧巧克力。乔治很听话，不管落水的姿势如何难受，他都死死抓着不撒手。在尝试了几十遍之后依旧没有跳过去，难道这一关过不去了？眼看天已经黑了，但乔治还没有放弃。3个小时后，他终于跳上了第3个球，被弹得体无完肤，逐渐掌握了力度，距离终点越来越近了。乔治紧紧抓着巧克力，他闯过了第4关，结束了噩梦一样的水上乐园。第5关是旋转独木桥，还要带着奖金一起通过。更糟糕的是，这次的赛道依然会升高至60米的空中，忽高忽低的体验让乔治感觉很不好，而且平衡感一直是他的弱点。他很怕再次与奖金失之交臂。主持人提醒他，如果害怕可以随时离开。乔治提起2大袋奖金，这沉甸甸的手感谁会拒绝？然后迅速穿过了一节独木桥，急速的步伐，整个赛道都在摇晃。还好独木桥不算太长，他只要集中注意力就能很快穿过一根。他带着20万美金来到了终点。主持人提醒他可以带着奖金直接去下一关，
当然也可以返回来继续拿剩下的钱。乔治认为既然要赢就要全部的奖金，于是快速返回去继续挑战。这一次他变聪明了，在穿过2节独木桥后，他把奖金扔给小助手帮忙放好，就可以节省时间和路程。他再返回去拿剩下的钱袋子，在这么高的空中把钱扔来扔去，万一砸到其他人就不好了。乔治克服心理恐惧，一次又一次的穿过独木桥，终于搬完了所有的奖金。第5关也挑战成功了，只剩下最后一个关卡了，这也是最难过的一关。他们再次升到60米的高空，穿过这条终极障碍赛道就能拿到奖金。主持人告诉他还有另一条捷径可以走，只要把伞形的糖饼抠下来也能拿到80万美金。困难和捷径该如何选择？乔治扔掉了通往捷径的糖饼，成功的路上怎么会有捷径？可能永远也抠不下来伞形的糖饼。他依稀记得上次的糖饼让他失去了100万奖金，所以这次他选择迎难而上，抓住上方的吊杠，他踏出了第一步，然后攀爬着绳子前往下一关。乔治听到家人和朋友的呼喊声，意志坚定，这一次他要为家人和朋友而战。第2关是死亡之墙，每块木板的面积非常窄，他要用手指紧紧抠着不能撒手，而脚尖也只踩到了一点点，整个身体贴在墙面上有多危险，就连主持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。乔治有战略性的移动，尽量不让四肢悬空，终于到达了对面。接下来要借助铁环的滑动进入第3关，这里不仅有大摆锤，还有独木桥，可谓是难上加难。独木桥是爬过去的吗？这样的环境下只能用爬才能通过了。乔治又通过1关，而最后1关节目组又加料了，知道他对糖饼非常敏感，所以每前进一步就要折磨他一次，只要跳过所有的糖饼就能来到终点。乔治整理好情绪，开始挑战。每块糖饼的距离会越来越远，而且面积也会变小。这一次他要借助吊杆的摆动跳往下一块糖饼，如果失手丢掉的不仅仅是奖金。乔治跳到了第2块糖饼上，他看到破裂的图案，想起了伤心的往事，他这辈子可能都抠不开糖饼了。每一次的跳跃都像是和自己和解。只剩下最后一个糖饼了，距离很远，面积更小，该来的还是会来。这一次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征服它，身体来回摆动，让吊杆晃起来，在适合的角度拼命一搏。惊险的尝试他赌赢了，赢到了80万美金，这笔钱足以改变他的生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能闯过第几关呢？男人挑战被埋进地下5米的深坑里，如果能生存7天就能赢到10万美金。幽闭的环境让人窒息，他还来不及再看一眼这个世界，就被泥土遮住了天空。吉米有些慌了，还活着就被埋的感觉非常可怕，再加上挖土机的重量，整个盒子都在颤抖，他很怕棺材盖会突然裂开。好在节目组在每个角落都安装了摄像头，外面的人可以清晰地观察他的状态，如果坚持不下去可以随时离开。挖土机很快填平了深坑，活埋的挑战也正式开始。在接下来的7天里，吉米要一直躺着住在地下，这里面有一些食物和1桶20升的矿泉水，他不用担心会被饿死了，还有一些日用品或许可能也用不上。幽闭的环境还没有适应，吉米很担心会窒息而亡，他希望对讲机的另一头有人一直陪着他，显然小助手们并不愿意，这注定是一个人的战场。吉米决定睡一觉，让时间过得快一点，希望明天还能睁着眼醒来。第1天在拥挤和害怕中度过，第2天醒来，他决定把唯一的裤子变成短裤，在狭小的空间里舒适才是最重要的。随便吃一袋预制菜，肚子不饿就不想家。而外面的小助手们正在他的坟头吃烧烤，吉米却不敢多吃，如果哪怕微拉一点点也会让挑战更加困难。剩下的时间就很无聊了，他只能敲打棺材制造娱乐，一只袜子也能当做玩具。迷惑的行为让人不解，或许这就是无聊透顶的举动吧。小助手将一根管子塞进了泥土里，竟然碰到了吉米的棺材盖，然后用吸尘器吸掉管道里面的泥土。他要用微型摄像头看一眼地下的吉米，他们玩得很开心，完全不顾及吉米的情绪波动，被人撩一下就跑的感觉很失望。这时突然出现一只苍蝇，让吉米更加心烦，真是哪都少不了你。他已经连续躺了2天了，身上只有一种感觉， Back pain, back pain, back pain, and maybe some back pain. 难过的感觉更加强烈，但是第3天会越来越糟。下了一夜的暴雨让他的墓地更加凄凉。小助手问他还活着吗，竟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，是在装睡还是嘎了？小助手们决定换一种方式叫醒他，他们搬来15个音响放在他的坟头，然后一直按喇叭，刺耳的声音果然传到了地下，吵醒了沉睡的吉米。上面在疯狂地开派对，低音炮的声音仿佛可以穿透地面，连同棺材一起摇晃。吉米发现一颗螺丝松动了，很担心棺材板承受不住震动，希望他们赶紧停止。小助手们也只好作罢。吉米决定运动一下，防止双腿萎缩，毕竟3天没有走路了，2只腿几乎忘记了使命。他找到2个只有3斤重的小哑铃，
每天动一动保持活力。如果躺上7天，他不敢保证还能不能站起来。糟糕的一天即将结束，他又要开始睡觉了。外面的小助手好像一会也没有消停，他们连夜在旁边挖出一条地道，在第4天早上准时敲响了吉米的大门。这是什么骚操作？虽然不理解，但是看到久违的人类还是很欣慰。仅仅对视了一眼就很想哭。等他们走后，吉米又开始了漫长的孤独。他明明很累，但是到了晚上却睡不着，这种感觉非常折磨人。他不知道为什么总想哭。这一天他过得很郁郁，很庆幸第5天他还活着，但是却打不起一点精神，不想说话，也不想吃饭，甚至连节目组的日常问候也不想回应。他希望有人能陪他聊聊天，但是小助手们就想看他难受，完全不理吉米的呼唤，反而让对讲机飞得更远一些。他已经在地下躺了5天了，后面的日子越来越难熬，他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到7天。又是一夜暴风雨。第6天早上，小助手按时喊他起床，这次吉米没有任何回应，直接关掉了对讲机。从录像上看到他很悲伤，不想搭理任何人。吉米的情绪低落到了谷底，他一说话就会想哭，莫名其妙的想哭。他很想离开这里。节目组请来家人和他通话，终于打开了一点心结。原来外面还有人在等着我，还有家人需要照顾。他又找到了人生的意义，只剩下最后1天了。最难过的前6天都过去了，还会害怕最后1天吗？吉米决定再坚持，他要开始睡觉了，希望一觉醒来能看到明天的太阳。第7天的早上一片晴朗，不敢想象他竟然在地下度过了7天，完成了一项一动不动的极限挑战。外面的人在庆祝胜利，吉米1秒也不想待在下面。小助手们开始挖坑，他们可能挖1天也挖不到棺材，还是挖土机的效率更高。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跳出棺材了，只是很担心2只腿还能不能站起来。吉米看到挖土机的爪子推开了泥土，他终于看到了外面的亮光，激动的再次流下了眼泪。当盖子打开的那一刻，他仿佛重生了一般。医生检查过身体以后，他才慢慢的站了起来，有点头重脚轻晕晕的感觉。他很庆幸自己还活着，也赢到了这疯狂的极限挑战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能坚持几天呢？男人挑战被埋进5米的深坑里，只要能坚持50个小时就能赢到10万美金。小助手开始一铲一铲的填坑，老王清晰的感觉到身上泥土的重量，最后再让他看一眼这个世界。接着启动挖土机，填坑的速度更快了，不一会就变成了平地，上面再放一个墓碑。老王的挑战也正式开始了。接下来的50个小时，他要一直待在地下。外面有一台空调直接连接到棺材，还有一位医生随时待命。如果坚持不下去，可以随时放弃挑战。老王能坚持到最后吗？好像所有的人都不看好他。里面空间狭小，想要转个身都很困难，他只能一直躺着，无聊的躺着。很快他就睡着了，而小五却打算在他的坟头陪他睡。第1个晚上很快就过去了。11个小时后，老王很庆幸自己还活着，而且还发现了一个朋友，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。他迫不及待和外面的人分享，而乔治竟然在他坟头放起了水。老王很担心会不会渗入棺材里，那又怎么样？你出来打我呀！说完就把对讲机扔了出去。老王很无奈，这还真是好朋友。13个小时后，老王已经忘了站立的感觉，他希望乔治能和他分享，谁知他语出惊人，坐着多舒服，干嘛要站着？然后放出吵闹的音乐和老王分享，刺耳的声音让他很难受。于是老王抠掉了对讲机的电池，这下安静多了。上面的2人还在自娱自乐，完全没意识到是在自言自语。18个小时后，老王躺的后背很疼，很想站起来走走，但这是在5米的地下，他能做的也只是转个身换个方向继续躺着。好不容易换到了棺材的另一边，而乔治却不乐意了，他不想看到老王的大脚，希望他能换过来，除非你说想我了，不然只能看大脚。乔治妥协了，老王艰难地爬向另一边，空间太小了，每次转身都会碰到头。这时小五告诉他要下雨了，他们把设备搬进了车里，估计老王在地下不会受到影响。小李却不小心关掉了灯光，棺材里一片漆黑。再次打开时，竟然激活了不同颜色的灯光。34个小时后，乔治准备在他旁边挖一条地道，吓他一下。挖土机的轰鸣声还是被老王发现了，但他分不清是在左边还是右边，于是拍了几下棺材。乔治顺着声音挖去，很快挖到了老王的棺材。透过狭小的洞口，老王终于看到了一束亮光，也看到了大活人。他不理解乔治挖坑的意义，而乔治只是为了好玩，然后又火速填上了大坑。这还没完，他们又在老王的坟头燃起了火盆，准备彻夜长谈。下面的老王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，直接睡着了。过完这一夜，他已经坚持了43个小时，除了后背有些疼，还有一些若隐若现的幽闭症，但他还可以克服。这是一项挑战，更是一项记录，他不想让自己后悔。但是在下面待50个小时，就好像1个星期。老王已经习惯了这种被重重包围的感觉。时间只剩下1个小时了，他以为小助手们很想让他快点出去，没想到小五只是把对讲机埋进了土里。仅剩的1个小时，他们难得没有人管，于是开心的在地面放起了烟花。
下面的老王一脸的懵逼，看我出去怎么收拾你们。很快50个小时就要结束了，老王开始倒计时，3, 2, 1。他挑战成功了，一刻也不想待在这里，赶紧通知小助手把他挖出去。一直挖了10分钟还没有挖到老王，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故意的。又过了一会，铁铲终于挖到了棺材，看到亮光的那一刻，老王竟然哭了，就好像重生了一样。他为自己完成挑战感到自豪。小助手们合力打开盖子，老王终于看到了外面的世界。久违的空气让他很清醒，他只感觉又饿又臭，只想赶紧去洗澡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能坚持多久呢？这是100个同一天过生日的陌生人，把他们关在100个透明的隔间里，从1岁的孩童直到100岁的老人，谁能最后一个离开就能赢到50万美金。这一场年龄之间的比赛充满未知和期待，谁能带走100万奖金呢？吵闹的环境加上孩子们的叫声，几位80多岁的老人实在受不了，放弃了比赛。但更多的却是身不由己，打卡的上班族、念书的学生，还有着急回家吃奶的。但他们并没有空手而归，每人拿到了1000美金。100岁的老人是一位退伍老兵，他表示一定会撑到最后，但是到了晚上就改变了主意，实在睡不习惯的小床让他放弃了比赛。老人的心态很好，重在参与吗？第一天就淘汰了24个人。主持人拿来一个按钮，绿色的代表参加挑战，红色的代表保持现状，让他们自由选择。少数人服从多数人，结果和你想的一样，他们都想加快比赛。63个人按下了绿色按钮。这一关的游戏是纸杯里找小球，猜错就会被淘汰。3个纸杯来回交换位置，他们目不转睛地紧紧盯着。主持人试图转移注意力，但只骗到了3岁的小女孩。3个按钮代表3个纸杯，小球究竟藏在哪个杯子里呢？聪明的人已经开始了选择，而使坏的人却在误导别人。很快投票结束，52个人选择了蓝色按钮。主持人决定顺从民意，首先打开蓝色的杯子。有人欢喜有人忧，选错的全部被淘汰，而幸运的52人则留下来继续比赛。第3天没有节目，非常无趣。有的人坐在地上大眼瞪小眼，有的人躺在床上睡觉，受不了寂寞的可以随时拿着钱离开。第4天主持人再次出现，这次依然让他们自由选择，是冒险挑战还是安于现状。结果大部分人选择了冒险，只有淘汰更多的人才能离奖金更进一步。每人1张纸和1支笔，随意写下任何年龄段，票数最多的被淘汰。他们仔细筛选了有竞争力的年龄，然后写在白纸上。74岁的大妈无辜躺枪离开了现场，而这一关淘汰的可不止一个人。他们首先想到了那个10岁的女孩，她的叫声让人彻夜难眠，几乎全票通过。女孩失望地离开房间，而她临走的愿望竟然是让14岁的表姐陪她一起，姐妹情深一定成全，这还真是好妹妹啊。随后73岁、71岁、79岁，他们的目标全是老年人，可能尊老爱幼是一种体贴。这一关结束，比赛还剩下25人，竞争少了3/4，而后面的比赛会更加残酷。第5天早上，20个人选择继续挑战。这一关的游戏是积木叠叠乐，根据指示抽出任何一根积木，谁先倒塌就会被淘汰。第一根很安全，没有人失败，继续抽取第2根。39岁的大姐弄倒了积木塔，不甘地离开了赛场。随着积木越抽越多，淘汰的人数也在增加。但是这样的比赛对于老年人来说确实有些难度，他们很难估量哪根是安全的。这一关又淘汰了15个人，剩下的10个幸运儿离100万奖金又近了一步。节目组拆掉空余的90个隔间，偌大的场地变得异常安静，他们的压力很大。明天的比赛不知道谁会离开。到了第6天早上，他们依然选择继续挑战，早一点结束或许是种解脱。这一关是小时候玩的弹珠，每人有10颗，2人为一组，不管用什么方式，只有拿到20颗弹珠才能进入下一关。有人选择掷硬币，一次输个精光，还有人石头剪刀布，一个一个的做赌注。但是比赛很残酷，不管用什么方式，总要有人离开。淘汰的5人也拿到了1万美金，而留下的5个人只高兴了1个晚上。第7天的挑战如约而至，这一次要淘汰掉3个人，决定权就在输掉比赛的95人手里，投票最多的被淘汰。不知道他们是盲选还是看谁不顺眼，5个人瞬间没了底气。最后结果统计，23岁、43岁、54岁票数最高，坚持了7天还是失败了，但他们也拿到了2万美金的补偿。40岁的大哥和52岁的大妈留到了最后。明天的挑战扑朔迷离，兴奋的同时又很紧张。主持人请来他们的家人前来探望，有了家人的鼓励，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，他们的信心被再次点燃。而第8天的挑战全靠天意，2个手提箱里一个是空的，另一个里面放着50万美金。主持人提出2个选择，一方可以偷偷瞄一眼箱子，另一方则可以获得优先选择权。40岁的大哥选择了前者，他面无表情打开了箱子，一脸淡定，让大妈看不出破绽。这要怎么选？大妈只好提出几个问题试试水。
Joe, do you have 500,000 in your briefcase? Yes. Saw a check in there? Yes. 大哥没有犹豫，回答得很爽快，脸上没有任何波澜。大妈却认为他在撒谎，于是选择了面前的手提箱。主持人再次确认了一次，大哥颤抖地打开手提箱。Oh my god! I knew it! 里面真的放着奖金，他的诚实让他没有失去，终于拿到了50万美金，一切努力没有白费，这笔钱足以改变家人的生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偷偷瞄一眼和优先选择权你会怎么选呢？两个陌生人被关在特殊的密室里，同吃同住100天就能拿到50万美金。如果有一人提前退出，挑战就会结束，而且拿不到1分钱。白色的房间，刺眼的灯光，每个角落都藏着摄像头。在不分日夜、没有时间概念的密闭空间里，他们能坚持多久呢？冬梅和小明初次见面还没来得及认识，就被主持人锁在了密室里。没有关系，他们有100天的时间可以自我介绍。房间里的物资有多有少，唯一的食物只有鸡肉罐头。这要是吃上100天，会不会变成惨叫鸡呢？还好有2张床可以睡觉。冬梅认为只要睡上100天就能拿到奖金了，想法很不错。两人的情况差不多，一个负债累累，一个为了还清房贷，所以为了奖金他们势必要坚持到底。第一天过得很快，只是没有时间提醒，他们只睡了2个小时就起床了，做饭吃饭，强制自己正常生活，只要过得有规律就不会变得颓废。吃了1天的鸡肉罐头，第2天也轻松结束。第3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找乐子，无意间发现一只蜘蛛反而多了一些新鲜感。第4天小明用记事本做了一副纸牌，随便玩玩也能用来打发时间，主持人也忍不住参与一下，毕竟斗地主3个人才能玩，又是愉快的一天。第5天冬梅很想知道日期和时间，于是做了一张签到表。主持人没有上当，就你这智商，骗小孩都有点堪忧。每天生活在没有日夜没有时间的轮回里，就好像被社会抛弃了一样。他们只能压制住内心的焦躁，毕竟这些奖金对他们很重要。很快来到了第10天，节目组打开封闭的大铁门，久违的空气，美味的食物映入眼帘。主持人告诉他们，只要分给厨师5万美金，就能每天吃到美味的食物。这个买卖很诱人，想想鸡肉罐头都觉得恶心，而且厨师做的菜很好吃，两个人都心动了。美食和金钱怎么选？ Nope. I think we decided no. Really? 小助手抬走了没吃完的食物，剩下的90天接着吃鸡肉罐头吧。无聊的两人继续挑战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无聊到了极点。房间里的灯光非常刺眼，他们把床单搭在床头，眼睛还是受不了。第20天的时候，主持人又找到了新的商机，只要拿出来5万美金，就能换取2张柔软的大床，还有可以控制灯光的平板。冬梅和小明躺在舒适的大床上，想想那小小的硬板床，他们再一次心动了。最重要的是眼睛可以得到休息。主持人开始倒计时，小明纠结做不出选择，把决定权交给了冬梅，要还是不要？他的脑袋变成了麻花。 No. Really? 最后还是理智战胜了冲动，虽然很遗憾，但是他们保留了奖金，还是洗洗睡吧，可能梦里啥都有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两人变得很懒惰，除了吃饭上厕所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发呆、愣神、自言自语，无聊到了最新高度。小明只想要调味料改变一下鸡肉的味道，而冬梅很想喝咖啡。外面的主持人又嗅到了新计划，这次他们肯定会花钱，把两人最想要的东西搬进密室，留下一个就要拿出1万美金。电话要不要？哈利波特全套书籍、咖啡机、调味料还有游戏机，好想都想要，但又不舍得花钱。两个人取舍了半天，决定一人买一个。冬梅留下了那台咖啡机，小明买了一整套的书籍，花掉了2万美金，还剩下48万，生活好像又有了希望。他们一起看书，一起喝咖啡，但是在第34天的时候突然停电了，外面暴风雨来袭，节目组也无能为力，一直停到了第39天才重新修好了电路。虽然灯光刺眼，但也比黑灯瞎火好，而且还可以吃到加热的鸡肉罐头。第40天的时候，主持人抬进来一台电视和很多部影片，只需要1万美金就可以拥有它。好久没有接触电子产品，两个人表现得很激动。这些影片足可以看到挑战结束，打发时间绝对够用。但是看着满满一箱子的钞票，两个人狠心拒绝了，还是 money 比较实在。节目组拿走了所有的影片，却把电视机留在了密室里。本以为没什么用，但是聪明的小明竟然做出了一根天线，电视机出现了画面。虽然只有一个频道，但总算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了。接下来的10天里，他们整日与电视为伴。很快就到了第50天，主持人告诉他们，只要拿出来2万美金，就可以见家人一面。他们都想家了，2万美金固然很多，但是家人的支持也很重要。这一次两个人达成了一致，他们迫不及待地和家人拥抱，哭得梨花带雨。节目组为冬梅的妈妈准备了生日蛋糕，两个人趁机改善一下伙食，但是美好的相聚总是短暂的。家人离开后，
他们又回到了难熬的谷底，实在太无聊，就把箱子里的钱拿出来摆弄一下，这也是一种心理安慰。第60天的时候，主持人推进来一个大盲盒，只需要5万美金就可以拥有它。两个人猜不出里面是什么东西，可能不值这么多钱，于是他们拒绝了主持人。当盲盒打开时，突然就傻眼了，里面不仅有5万美金，还有2辆特斯拉的钥匙。天哪！冬梅后悔的突然想哭。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我肯定会选大盲盒，但是没有如果。在接下来的9天里，冬梅除了无聊就是后悔，她始终走不出来。突然很怀念在58同城上新找的工作。很快又到了第70天，这一次主持人决定给他们一个惊喜，之前拒绝的所有东西再一次搬进了房间，由他们自己定价，只要高过节目组的出价就能全部拥有。两个人认真的商讨，如果出价太高肯定不舍得，出价太少又担心低于节目组。时间只剩下30天了，他们很想多留下一些钱，最后以10万0100美金达成共识，能不能超过节目组呢？超出了3万美金，好像不重要了。他们得到了想要的一切。冬梅迫不及待地打开大盲盒，里面只有2个玩具特斯拉，终究是错过了。馅饼怎么可能会掉2次？但是其他物品也能让他高兴很久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他们吃好喝好玩好，比之前过得开心多了。主持人已经10天没有来了，估计他已经预判了2人的预判，在舒适的环境下放松警惕，然后再给他重重一棒。又过了10天，还是没有任何信息提示，难道把我们忘了？大概也许可能吧。第99天的时候，主持人终于出现了，回忆刚开始的镜头，仿佛过去了很久。而节目组也准备了更大的惊喜，相处100天的室友能不能经得住考验呢？这是一台试探人性的机器，绿色按钮代表同意评分奖金，红色按钮则会占有对方的奖金。如果2人同时按下红色按钮，就会鸡飞蛋打1分没有。2个人都戴着降噪耳机，所以听不到对方的想法，评分还是自己要。100天的陪伴是朋友还是敌人？主持人开始倒计时，他们好像心有灵犀，同时选择了绿色按钮，平分了剩余的36万，友情战胜了贪婪，所有人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节目组卖的这些东西，你会选择什么来陪你度过这100天呢？